在人類高端科技的璀璨星河中，有一項技術如同皇冠上的明珠，閃耀着令人迷醉卻又畏懼的光芒，那就是核動力航母。如果我們把時間軸拉長，會發現一個令人細思極恐的事實：在第5代戰鬥機這個領域，美國領先了世界30年；而在航空母艦這個領域，美國人更是令人絕望地領先了50年。尤其是當核動力與航母這兩個詞結合在一起時，美國所展現出的不僅僅是領先，而是一種絕對統治。這種統治持續了整整60年。放眼今日之全球，大洋上游弋着11艘半核動力航母，這其中的11艘全部懸掛着美國星條旗，而那剩下的尷尬的半艘，則是法國人竭盡全力卻只造出的半吊子戴高樂號。這不僅僅是一個數字遊戲，更是一道劃分世界強國與超級大國的殘酷鴻溝。為什麼在核裂變技術已經誕生半個多世紀的今天，核動力航母依然是這個星球上最難攻克的工業堡壘？建造它到底有多難？今天我們就以此為切入點，深度剖析這項超級工程背後的工業邏輯與大國悲歡。我們要明白一個基本概念，航母絕對不是大號的游艇，而核動力航母更不是把核電站搬到船上那麼簡單。它是水面上最強的一座移動堡壘，是所有渴望走向深藍的海軍畢生的夢想。擁有一艘核動力航母，意味着艦隊擁有了無限的續航力，意味着擁有了足以支撐大國尊嚴的戰略底氣。但是這個夢想對於絕大多數國家而言，注定是鏡花水月。想要建造航母，首先考驗的是一個國家的國運。這並非迷信，而是指代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巔峰總和。這種難度首先體現在對材料學的极致拷問上。想要造航母，你得先造出变態級別的特種鋼材。美國人為了尼米茲級研發了 HY100 高強鋼，這種鋼材不僅要能承受幾萬噸海水的擠壓，還要在幾十噸重的艦載機一次次粗暴的逐漸衝擊下，保證甲板不發生絲毫改变。更要命的是，這種鋼材的焊接難度堪比在針尖上繡花，需要極高水平的焊接工人和極其苛刻的控溫環境。全球能生產這種鋼材的國家，一只手都能數得過來。而這僅僅是船殼子，真正的噩夢在於那顆心臟。艦載核反應堆與陸地核電站完全是兩個物種。陸地電站可以造得像城堡一樣大，但在航母上，你必須把一座城市的供電系統塞進一個狹窄的鐵罐頭裡。它不僅要輸出功率密度極高，還要能承受戰艦在驚濤駭浪中的劇烈搖擺震動，甚至是敵方魚雷爆炸時的巨大衝擊。這意味着反應堆的壓力容器必須是天衣無縫的神器，任何微米级的瑕疵，在深海的高压和核輻射下，都會演變成一場切爾諾貝利式的災難。我們要引用一句振聾發聩的名言，來自蘇聯黑海造船廠的廠長馬卡洛夫。當被問及需要什麼條件才能完成未完工的瓦良格號時，這位老廠長看着滿目瘡痍的船台，留下了一句讓後人無限唏噓的話：我需要一個偉大的國家。這句話道盡了航母建造的真諦，那不是隨隨便便去森林裡砍幾棵樹，回家拿鋸子鋸一下，再用釘子錘起來的木筏。它是一項涉及數千個子系統、數萬名高級技術工人去支撐的超級工程。它考驗的是材料學、動力學、核物理、電子工程、航空技術等全方位的工業體系。為了造这一艘船，你必須先養活一個龐大的工業生態系統。這些配套廠家每一家都需要利潤，每一家都需要技術升級。核動力航母的特殊性在於，它的很多零件是孤品，比如專用的核反應堆壓力容器、特種耐壓鋼材、超長的大軸，這些東西除了用在航母上，幾乎沒有民用市場，這又導致了極高的沉沒成本。如果沒有這一切，強行上馬的結果是什麼？看看俄羅斯吧，那是曾經與美國平分秋色的紅色帝國的繼承者。如今他们那艘在海上冒着滾滾濃煙，甚至需要拖船隨時待命的庫茲涅佐夫號，就像是一個遲暮的巨人，在 ICU 病房裡苟延殘喘。這不僅是技術的倒退，更是工業體系崩塌的寫照。而對於蘇聯、法國來說，這就是一場災難。蘇聯為了烏里揚諾夫斯克號，不得不重新整合已經搖搖欲墜的經濟資源。當國家解體，這筆巨大的前期投入瞬間化為烏有，變成了第聶伯河畔的一堆廢鐵。這就是為什麼說沒有強大的經濟循環能力，強行上馬核航母就是在給國家財政放血。再看看印度，那個總是心比天高的南亞大國，他們的航母建造史簡直是一部活生生的反面教材。開工1-20年，下水次數破了世界紀錄，還沒服役就先大修。這不僅是笑話，更是血淋淋的教訓。沒有金剛鑽就別攬瓷器活，窮兵黷武，在工業實力不到位的情況下強行衝擊高端製造，結局注定是悲劇。
在這個世界上，99%的國家注定與核動力航母無緣。那些放在造船廠裡經常發生爆炸事故的，那些常年躲在港口不敢出海的，那些只能起降直升機或者充當仪仗队的，都不能称之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航母。至於那些排水量3-4萬噸的2棲攻擊艦，更不要拿來湊數。真正的核動力航母是工業文明的巔峰，是不可逾越的嘆息之牆。也許有人會問，既然核動力這麼難，為什麼不用常規動力湊合一下？畢竟現在的燃氣輪機技術也已經非常發達。這裡就觸及到了核動力航母最恐怖的戰術優勢——無限衝刺。常規動力航母受到燃油限制，在高速航行時油耗呈指數級上升。為了照顧伴隨的補给艦，它不得不頻繁減速加油。而在瞬息萬变的現代海戰中，速度是十分重要的指標。核動力航母可以保持30節以上的航速，狂飆幾千海里。這意味着它可以快速搶占攻擊陣位，或者在敵方導彈來襲前迅速脫離戰區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把寶貴的船體空間從裝油變成了裝彈。尼米茲级航母可以携带多出常規航母1倍的航空燃油和彈藥。這不僅僅是續航的問題，這是持續作戰能力的幾何級碾壓。當對手的航母因為燃油耗盡必須返港時，核動力航母依然像釘子一樣釘在戰區，對敵方進行持續幾周甚至幾個月的高強度空襲。這種令人窒息的壓迫感是任何常規動力艦艇無法比擬的。世界核動力航母的歷史幾乎等同於美國核動力航母的發展史。早在60年前，當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還在為解決溫飽而掙扎，甚至連核反應的基本原理都還沒搞懂的時候，美國人已經開始嘗試將核反應堆搬上軍艦了。這得益於美國得天獨厚的資源稟賦和科技實力，以及那種核萬能時代的瘋狂探索精神。美國人的探索並非一帆風順，而是分為了清晰的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大力出奇蹟的企業級。作為世界第一艘核動力航母，企業號誕生於冷戰的巔峰。那時，艦載核反應堆技術尚未成熟，輸出功率有限。為了驅動這艘9萬噸的巨獸，美國工程師簡單粗暴地在艦體內塞進了整整8座 ARW 核反應堆。這種多鉚正鋼式的設計雖然帶來了28萬馬力的強力動力，但也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。艦體被拉長到了341米，結構極其複雜，維護成本高得驚人。8個反應堆的伺候難度簡直是地獄級。所以企業號最終成為了一根獨苗，沒有後續艦。第二階段是成熟定型的尼米茲級，吸取了企業號的教訓，美國人痛定思痛，研發出了性能更强悍的 ASW 核反應堆。這一次單台功率飆升至14萬馬力，這意味着只需要2座反應堆就能輕鬆驅動10萬噸級的鋼鐵巨獸在太平洋上狂飆。這一級航母標誌着美國核動力技術的徹底成熟，也成為了美國海軍統治海洋半個世紀的絕對主力。第3階段是面向未來的福特級。當世界其他國家還在苦苦追趕尼米茲的背影時，美國人已經邁向了下一代。福特級採用了最新的 AB 核反應堆，不僅功率更大，更重要的是在安全性、自動化程度和電力分配上實現了質的飛躍，為電磁彈射、激光武器等未来科技預留了充足的能源空間。這就是美國在核動力航母這條賽道上，他們不僅是領跑者，更是規則的制定者。美國人的成功自然引來了旁觀者的觊觎。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蘇聯和法國。蘇聯作為曾經的超級大國，其海軍心中一直燃燒着深藍海軍的夢想。尤其是在古巴導彈危機受挫後，蘇聯人深刻意識到了航母的重要性。雖然蘇聯在核潛艇領域造詣頗深，造出了像台風級、北風之神這樣的深海巨獸，甚至嘗試過基洛夫級核動力巡洋艦，但在將核反應堆搬上航母這件事上，他們失敗了。蘇聯曾舉國之力研制烏里揚諾夫斯克號，這是一艘涉及排水量超過8萬噸，採用4台 KN3 型核反應堆的超級航母。如果它能建成，將是蘇聯海軍的巔峰之作。然而歷史沒有如果。1991年，當這艘巨艦才完成了45%的工程量時，紅色帝國轟然倒塌。這艘承載着蘇聯航母夢的鋼鐵身軀，最終只能在船台上被拆解，成為時代的眼淚。相比之下，法國人的遭遇更加充滿了黑色幽默。作為歐洲大陸的骄傲，法國人自命不凡，非要搞一艘核動力航母來撑門面，這就是戴高乐號。但是法國人的技術實力和錢包都撐不起專門研发航母反應堆的代價，於是他們想出了一個鬼才方案，直接把凱旋級戰略核潛艇上的 K15 核反應堆拆下來裝到航母上去。這簡直是工業史上的笑話，用驅動1萬噸潛艇的心臟去拉動4萬多噸的航母，結果可想而知。戴高樂號的總功率還不到8萬馬力，跑起來慢如蝸牛，最高航速僅有25節，甚至追不上全速航行的護衛艦。更要命的是，反應堆故障頻發，甚至需要把航母螺旋桨換成老舊常規動力航母的配件。
這艘半吊子航母大半時間都趴在屋裡維修，成為了打腫臉充胖子的典型案例。這種小馬拉大車的愚蠢行徑，不僅讓戴高樂號成為了海上蝸牛，更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。在海試階段，法國人還發現了一個足以載入史冊的低級失誤，他們精心設計的甲板竟然太短了，美國的 E-2C 鷹眼預警機根本无法在上面安全降落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，高傲的法國人不得不又把已經造好的航母拖回船塢，像接骨手術一樣，硬生生地把甲板加長了4米。這一連串的魔幻操作，讓戴高樂号的總造價飆升到了一個令人嘖舌的數字，而換來的則是一艘在大修和泡沫之間反复橫跳的病秧子。法國人的教訓告訴我們，核動力航母是一項嚴謹的系統工程，任何投機取巧的行為，最終都會付出慘重的代價。相比之下，隔壁的英國人就務實得多，老老實實造常規動力的伊麗莎白女王級，有多大碗吃多少飯，反而形成更有戰鬥力的海軍。除了技術，制約核動力航母發展的另一個死穴是錢。以尼米兹級為例，即便是幾十年前的技術，其造價依舊高達70億美元，而最新的福特級造價更是突破了130億美元大關。這還僅僅是造價，不包括後續的天價維護費和退役處理費。核動力航母的維護是一個無底洞，核反應堆的燃料更換、防輻射處理、廢料處置，每一個環節都是在燒錢。你更別提為了匹配這艘航母，你還需要一支昂貴的航母戰鬥群，這是一個天文數字，足以讓任何一個中等發達國家的財政崩潰。除了冰冷冷的機器，我們更不能忽視那上面的人。一艘尼米兹级航母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卫星城市，它搭載了近6000名船員和飛行員，每天這艘船要消耗幾千個漢堡、上萬個雞蛋，淡水化工廠要日夜不停的工作，以保障數千人的洗澡和飲水。你需要建立一套龐大而精密的物流体系，每隔幾天就要有巨大的快速戰鬥支援舰停靠補給，運送成噸的蔬菜、邮件，甚至是被更換下來的飛机引擎。這種後勤保障能力本身就是一種只有超级大國才玩得起的奢侈遊戲。在這個體系中，任何一個環節的斷裂都會讓這艘100億美元的巨艦瞬間失去戰鬥力。所以說，造航母難，養航母更難，而讓航母在幾千公里外的深海形成持續的戰鬥力更是難上加難。而且核動力航母的代價不僅僅是金錢，還有潛在的生命威脅。這是一座移動的核電站，而且是裝滿了彈藥和航空燃油的核電站。如何確保安全是最大的挑戰。歷史上，美國航母雖然從未被敵人擊沉，但卻差點被自己炸沉。1969年，企業號甲板上一枚火箭意外被高溫尾气引爆，引發連鎖反應，甲板被炸穿5個大洞，28人死亡。尼米茲號也曾發生過電子對抗機墜毀引發的重大火災事故。這些血淋淋的案例都在警告世人，核動力航母是雙刃劍，如果沒有足夠的技術實力去駕馭這股力量，它很可能不會成為你的保護神，反而會成為你艦隊中的一枚定時炸彈。儘管困難重重，儘管造價高昂，儘管風險巨大，但核動力航母依然是所有大國海軍的終極向往，因為它代表的不僅僅是更強的續航、更大的空間、更清潔的甲板，它代表的是一種對海洋的絕對掌控力，是工業文明的最高結晶。目前看来，在這條賽道上，美國依然是孤獨的領跑者。蘇聯的夢想碎了一地，法國的城市成了笑柄，俄羅斯只能守着舊日的榮光嘆息。核動力航母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一部大國興衰的啟示錄，工業實力是基石，經濟實力是燃料，而國家的戰略意志則是那掌控方向的舵手，缺一不可。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的話，歡迎點讚訂閱。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